嗨，这集啊，我们就来轻松的聊天，轻松聊天。这集来聊聊墨子当兵的故事好了，因为我觉得当兵有什因为么好聊？我之前就听过那个墨子当兵的故事，我觉得好好听哦，好酷哦，会好好你都遇到很多很特别的事情，鬼啊，或者一些奇特的事件，奇特的事件。对啊，嗯，可以聊一下，你要从哪边聊起？就从比较前面往好啊后聊。，好啊，那你从前面开始好了。刚当兵不久，就是中心嘛。中心结束之后，我还没有正式下部队，我还去通信电子学校，去那边念书。那其实我是当海军的，那通信电子学校就是一个学校这样。那每天晚上啊，还是要晚点名，然后要集合，然后就集合在那个集合场，围成一个么字形这样，然后一堆阿兵哥，没有整个么字形，么字形。马蹄形，没有么字形，然后就在那边站着好好的，然后就长官在那里讲话什么的，我就站在那边，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我还没开始修行什么的，但是我的体质我一直对这些东西蛮敏感的，因为之前也有过一些奇特的经验，那些有机会也可以再聊。好啊，好啊。就有一天晚上，然后就在集合场晚点名，然后就集合站在那里，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样，然后就站得好好的，立正，站得好好的。然后站着，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个感觉，就有一个东西不知道什么，然后就从后面这样咻，然后就过去这样，就有感觉有个东西从我们站的地方后面过去。鸟。过去之后，旁边门进去就是我们的寝室，就是睡觉的地方。然后那个寝室有1、2、3楼。然后那个东西咻就跑往那个寝室的门跑进去这样。那后来也没感觉怎样，反正就继续站，然后长官讲完话，然后解散之后，大家准备上去要睡觉。那我的寝室是在2楼，那1楼、2楼、3楼，我在2楼。那很快啊，就开始睡觉了，就是吹那个茶仓的号，就是开始睡觉这样。然后阿兵哥嘛，熄灯一关灯就要大家规定就睡觉，不准讲话什么的，然后就很安静，就开始睡觉。然后过了没有很久，大概关灯之后大概几分钟而已，然后就听到3楼。突然有人大叫，哇！然后就一个人大叫之后，又有其他人大叫，哇！这样好几个声音这样。应该是这种，男生嘛，声音不会太尖，就对，那这样，然后声完之后又听到砰，然后过了一下又砰，就2声这样梆梆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也不管那个班长什么怎么想了，反正我们就赶快冲到3楼去看看到底怎样这样，然后就看奇怪，就那个。我们睡的那个床是铝做的床，很重啊。其实因为铝做床，铝当然不是很重，但是里面放满了一些阿兵哥的衣服啊什么。其实，然后还有人躺在上面，那个床其实蛮重的。那个床啊有3层，1、2、3层，然后就睡3个，有2层，睡了2个人这样。然后那个床就看到两张床啊被这样翻倒，这样倒在地上。那上面的人呢？也倒了？就也掉下来了。对呀，也倒了，跟着床掉下来这样。那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去问啊，然后就奇怪，就有人说他们已经要睡了嘛，但是才几分钟还没睡着啊，就是会看来看去啊，然后就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士官长，就是那种老士官长，一个穿着军服一个老头这样子，然后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然后看着他这样，然后他就吓一大跳，怎么回事啊？然后感觉就不对啊，就不太像人这样，然后就吓一跳就叫，然后一叫啊，其他人也看到啊，也叫。然后据说是那个人好像看到的时候好像没有下半身还是怎样，反正就不是人嘛。那所以大家就大叫这样，哇，看到画就有鬼。然后那个士官长啊，看他们叫啊，也不管他，就一手抓住那个床的柱子，然后把那床嘣翻倒，然后又把另外一张床嘣翻倒，而且2张床都被他翻倒这样。然后大家就傻眼了，然后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士官长，因为他把床都翻倒了，然后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他来干嘛？然后大家傻眼了，竟然出现这种事情，然后都呆掉。这个事情闹得很大，然后我们的部队啊，还有中央什么上级，然后来调查什么，然后就真的来调查，来调查到底怎么回事这样。是查那个士官长是谁吗？不是，是查这个事件真的还假的，是不是有人故意闹啊？所以你也是听说的？没有听说啊，我就直接冲到3楼去啊。你也有看到？我没看到那个士官长。我是问很多的人，都看到一个士官长倒掉，都看到那个士官长。这个会不会是人故意弄倒的？可是他在众目睽睽下消失啊。那个人有办法把他弄倒吗？
人要弄倒也不容易，因为上面还躺着2个人，就是其实蛮重的。哦，众目睽睽，对啊，众目睽睽下。重点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串通好，如果串通好的话，我因为一听到声音我就跑上去了。那跑上去的时候，士官长已经不见了，那时候已经不见了。好可惜哦。对啊，就没看到，好可惜。然后这个事又闹蛮大啊，因为一发生我就冲上去就问了，所以也不会来得及串通或干嘛的。这个事就蛮特别的，蛮有趣的。这就是对啊。那会不会是以前的士官长死掉，怎么没有人去查？有没有以前是哪一位士官长来了？这个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查。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又没网络什么的，很难查，跟现在时代不一样。这个是当兵第一件发生比较有趣的事啦。然后后来我就到了战舰上面，到了船上，然后就我的单位就是那种驱逐舰，就是那种洋字号，叫做洋字号，一种老的驱逐舰，一条船上有300多个兵这样。那我的单位是分在电子作战的单位，然后这种单位其实蛮凉的，就是蛮凉就是蛮舒服的意思。蛮舒服。对，当兵说凉就是舒服的意思。就不会很累这样。那我们有一个后电战室，后电战室在这种船的后面有一个停机坪，那个停机坪是停直升机的。那停机坪的里面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是放直升机的。所以直升机可以放在里面，然后那个闸门、那个铁门打开之后，直升机就可以推出来，推到那个停机坪，然后就可以起飞这样子。那平常直升机就会收到那个那一节的那个空间里面。然后我的后电战室就是电子作战的一个房间一些设备就在那个停直升机的那个空间的上面，那还有一个空间、一个房间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在那个上面的房间里面，我正在那边休息。没事做，在那边休息。那船摇摇晃晃的，摇得很厉害啊。那我就在那边休息。然后，楼下那个停直升机的地方其实也没直升机停，我们通常都不会放直升机在里面，所以里面就放了一台那个叫做什么麦克，就是卖饮料那个贩卖机贩卖机那边就弄了一台自动贩卖机，然后里面就弄了一些饮料，然后阿兵哥就可以去投钱，然后去买这样。那一次出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自动贩卖机没锁好还是怎样，原本它是被锁在那个墙壁上面，因为那个很重嘛，船摇摇晃晃那个会倒所以就会把它锁住。那一次出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锁没有锁紧还是怎样，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出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船到了海上风浪很差那一天，然后在那个下面那个放飞机的那个地方放直升机那个地方，有一个阿兵哥就躺在地上睡觉。干嘛躺在地上睡觉？因为阿兵哥都会自己找地方躲啦，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睡觉。躲起来睡觉。对啊，然后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睡觉，那我就在那间的上面，然后就突然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但是船摇得很晃那我也没跑下去看，我就开了上面那个门，然后走出去，外面有一个像阳台一样的地方，然后走到那边往下看就看到那个直升机的那个停机坪，就是推出来可以起飞的那个平台这样，我就看不到东西然后这时候过没多久就听到那个有医务室，船上没有医院也没有诊所，有一个小的叫医务室，医务室里面有一个会看病的叫医官，然后那个医官下面有一个叫医务室，就是他也是士兵一个下士，然后他会去帮助人家打针干嘛的，就有点像护士的这种角色，但是船上不会有护士就是一个男生这样。那个医务室就我看他就冲到那个甲板这边，因为我从上面看嘛，就有点像阳台看下去这样，就看他冲到那边，然后又跑进去，跑进去那停飞机那里面，后来就拖出一个人来，然后他们好像召集了好几个人然后后来就拖出一个人来，我就看，哇，傻眼了，那个人五官已经没有了，就扁的这样，就变平的，他整个脸就变平的，然后就这样，然后那个医务室他脸都已经平了，但是那个医务室好像就是责任的问题，就是他还是要帮他急救这样，他就帮他做人工呼吸什么的这样，他其实都扁掉了，要做什么人工呼吸可是他还是扁掉都没有嘴巴了吧？嘴巴就变平了这样，但是他还是
还是去帮他做人工呼吸，我就在上面看。可是他有心跳吗？没有。没有，当时已经往生了。所以他是被那个贩卖机压扁。没错，那个贩卖机倒下来，船晃得很厉害，那个贩卖机可能不知道没锁紧。一打下来可能就已经死了，就来不及痛，那头骨都裂掉，都扁掉了。那个贩卖机好像1吨多，就很重，这样1000多公斤。你平常你背一个100公斤跳起来压下去，你可能都受不了了，还背1000多公斤这样压下去，太刚好了吧？睡在那边然后就被压扁，就被压扁了。然后只有头吗？因为他穿着衣服啦，我是不知道他衣服有没有，他身体有没有整个扁掉或怎么样，是还有一点肉的感觉，但是头啊就有点扁扁的这样，就五官是变平的这样。你是第一次看到五官变平的人？我第一次看到五官变平的人。然后那个事件呢就这样子发生了嘛，发生了，那个人就往生了。这个事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个士兵，那个阿兵哥在往生之前没多久。就是他去那边睡觉之前没多久，才被我们船上的那个副舰长骂，劈头大骂，然后痛骂他，然后痛骂他一顿，然后说他不知道怎样，然后他可能心里面不舒服，就找个地方躲起来睡了，那结果就被压扁了。那这个事情就很怪啊。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修行了，我本来就对一些东西。就有感觉这样，虽然我当时眼睛不是能够看得很清楚，我大概能够感觉到，也看模模糊糊，我能够看得出来这样。那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后，船就赶快回到那个岸边就不再执行任务，然后就那个人就被抬出去，然后又再也没回来了这样。那这个事情就有趣了，就是他往生之前没几个小时，可能1-2个小时还多久，然后就被那个副舰长劈头痛骂，然后他心情很不好，他才去那边躺，可能是这样休息，结果就挂了。那挂了之后呢，3天之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有开始修行，然后船上有一个我们直属的长官，我是电子作战部门嘛，那上去直属一个长官叫电战官，就电子作战官，那个官很小，才2条杠这样，是一个小官这样。但是刚好就是管我们的这样，然后他是一个修行的人，然后常常跟我在交流一些修行的问题，然后他觉得我修的不错这样，他觉得就在那个事情过后3天之后，然后忽然那个电子作战官来找我说，谁，那个你到那个副舰长房间一下，然后我说干嘛？我犯了什么罪？我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找我这样？他说不是啊，反正你去就对了。然后我就觉得奇怪，干嘛找我？我就去了。然后那个副舰长看到我们看到那种很大的官我们都会立正站好嘛，我就立正站好。然后那个副舰长说：“来，坐下来，你坐下来，我跟你讲。”我就奇怪，怎么会叫我坐下来？这种都是我们小兵嘛，大官，我们都是讲话都是我站得好好的啊。他只坐着跟我讲，怎么会叫我坐下来？我说还蛮怪，既然叫我坐就坐吧，我就坐下来，然后他就说，谁，我听那个电子作战官电战官说你修得不错，那你帮我感觉一下，那个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这样？然后我就当时我就真的很认真在感觉，既然我也不能乱掰我就仔细的感觉，奇怪，我怎么隐约感觉到已经挂掉那个士兵的感觉这样，然后就起鸡皮疙瘩的，就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到有他的能量的？很怪，然后我就实话实说，我就跟那个副舰长说，报告副长，那个我感觉到那个已经往生那个谁的能量这样，然后那个副舰长，对，没错就是这样。他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才能处理啊？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然后他就说，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士兵站在他床前这样，然后用怨恨的眼睛瞪着他这样，然后他就很毛然后就不敢睡。看到，很可怕他看到，是扁掉的脸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扁掉的，应该是吧，因为人死掉就是他死的时候的样子嘛。那所以他就说瞪着他这样，然后他就不敢睡，然后不敢睡就到其他的地方跟其他的官一起睡这样，就没待在他房间。那隔天就把我找去了，然后我就说，这个报告副长，这个事情我试试看能不能跟他沟通这样子，没关系，就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跟他沟通。然后后来我就用心里面去想，然后跟那个兵讲说，你
你先离开这里，跟我到外面去，然后我们试着来沟通看看这样。然后我就走出去，我也没听到他回应啊，什么都没有，我就走出去了。但是我就感觉到，那个能量就跟着我这样。跟着你啊。那我就走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啊，然后我就停在那边，然后就跟他说，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在副长的房间里面，要盯着他这样的？然后我就感觉很奇怪，我就感觉到一种被骂的感觉，被骂。我也没有听到声音，他跟我讲话，那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情境，什么都没有。可能当时我就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就很奇怪的，我就有一种被骂完的心情的那种感觉，这样，我就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副长骂了你，然后你那时候才知道？我那时候才知道，我本来不知道。我本来就听到绑，然后就看到人扁掉，然后就过来。那3天之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没有跟你说，因为他有骂过。没有，副舰长也没说，他只说能不能帮他处理这个事这样。那我就说试试看，跟他沟通。然后后来就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被副舰长骂。然后我就说，阿兵哥被骂这种事情再平常不过了，你都已经走了。这种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这种事再平常不过，他又不是你的仇人，又不是什么，他不就是一个官吗？官骂人本来就很奇怪、很正常的吧？那你的生命都已经结束了，那这么鸡毛蒜皮的事，你还放在心上干嘛呢？安心的去吧，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他真的不是你的仇人，他不过就是一个官嘛，官本来就很会骂人，不要再放在心上了。他应该是需要一个安慰的人。对啦，应该是这样。我说你就安心的走吧。那时候我也不会超度，所以我也没办法去超度他，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说。所以他现在人在哪？现在啊，他现在灵在哪？现在我没有去深究这个问题。好。然后后来我就感觉到他离开了这样。然后我感觉没事啦。他离开了。然后我就回去跟那个副舰长报告，我就敲门哐哐哐，我就说报告副长，我是谁谁谁。然后他说你进来。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跟他讲说，经过我跟他沟通了，他应该是离开了，不会再回来干扰了这样。那个副舰长就说谢谢这样。那马上叫那个传令兵进来，他们都有传令兵，一进来就把我签那个字写放10天假。哇塞！在船上放假是多爽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然后被签了放假，然后只有整条船只有那个电子作战官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其他都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放假，就只知道副舰长签我放10天假这样，就大家后来都有问我我也没说是什么事这样，就这样一个事情，蛮有趣的，在这个事情过后，我就还是有持续的修行，然后我还没有退伍之前。就经过那一件事之后，然后我就常常放假这样，就很爽，就常常放假，没事就放假，常常放假。然后后来就那个副舰长他父亲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末期嘛，然后就把我叫去做看护，那我就不用在船上，我就每天待在医院这样，就看护他爸爸这样，那看护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有学超度的方法，那但是我那时候看不到我超度的成果这样，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很强的治疗的能力什么，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他父亲走了，然后我就超度他，就这样子，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退伍了。你不是还有一件事情，什么看到绿光什么的？那个事情是讲到，我在部队里面修行，那时候我在部队里面我是修密法的，密法就是密宗的法门，那当时我修本尊法，当时我的本尊是绿度母，绿度母就是一个菩萨，绿度母就是观世音菩萨，因为慈悲众生而留下2滴眼泪，2滴眼泪，左边的眼泪跟右边的眼泪，然后一个变成白度母，一个变成绿度母，那个眼泪幻化成绿度母。那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实地菩萨，大菩萨，所以距离一般人比较远。那这是绿度母，就是因为慈悲所化现，所以它距离一般的人比较亲近。是这样子。那它也是同样是实地菩萨。那我修的法门就是绿度母。那绿度母的身体整个是绿色的，那就绿的这样。那我都每天晚上都修法，我都躲在我刚刚就是发生事情那个地方的上面那一间，我的活动范围都是那里这样。
虽然下面死过人，那我不会在意。那我就在那里修法，这样，每天打坐修法。然后就修到一半啊，然后就有一个人空，然后就敲门，然后就进来，那我就出来了，我就没有，我就停止了。然后他就看了我一下，说：“那个人是一个上士，上士就是士官里面第2等，最高士官长再来上士、中士、下士，他是上士，就是那种自愿意的。然后他天生就有第3眼就可以看到东西的。然后他就看，他说：奇怪。”你怎么旁边？他是说旁边还是后面？还是我身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就说，为什么看到你旁边显现出一尊绿色的菩萨？当时我就觉得很惊讶。奇怪，我修绿度母竟然，人家竟然可以看到这样，就觉得很神奇。你那个时候才知道他看得到吗？我那时候才知道他看得到，他平常都不讲。他说他从小就可以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这样。当时没有看到吗？我没有看到。那时候你没办法看到。我完全看不到。那结果我修法他看到，但是我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我在刚开始修法，我刚开始修的没几天这样，然后我就打坐然后修法，然后就看到一个脸长得很丑陋，然后很凶悍、很恶心这样，然后脖子那边还吊着一些什么死人骨头这样，看起来很凶的一个，像妖魔鬼怪这样，我吓一大跳，哇，什么东西吓死我了。然后后来我就去跟我的上司说。我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这样，那他说那不是怪东西啦，你形容那个叫马哈嘎拉。马哈嘎拉。马哈嘎拉是密宗一个护法，就是它是一个大护法，所以你看到它是因为你在修法，它来守护你这样。我说原来这样，吓死我了，因为那个很可怕的样子这样。在那之前都没看过。没看过，从来没看过。这个上师的意思就是，上师就是密宗的具有。能够传法资格的老师就是上师。找一集来聊聊密宗。修法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体验就像大家可能在灵性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看到什么就，对啊，总是会有一些体验。但是这个是因为刚开始修，然后觉得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东西，然后突然看到大护法，然后吓一大跳，这样，也是一个有趣的经验。是很清晰，很清晰啊，就在前面这样，突然出现这样。我闭着眼睛啊，但是我会吓到。闭着眼睛，然后突然就在眼前出现这样。那为什么你会看到他？他可能是他现给我看的，不是我刻意看到的，是他的神通法力，也不是我当时也看不太到什么。你下次有机会再讲讲小时候什么的一些事。好啊，小时候 OK。我觉得听这些故事都还蛮有趣的。这集就轻松聊这样分享。就好像有些观众很想要了解。有关于你的故事之类的，了解我的故事，了解我的背景，就是怎么修行的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之前有影片有讲到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些过去都可以改变。当然可以啊，变成不存在，变成别的方式存在啊，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那是要怎么样改变呢？就当下。对整个认知的改变，是信念上的改变还是实际上的改变？信念上就等于是实际上的改变，因为信念创造实相。潜意识吧，应该是潜意识。信念跟潜意识都改变了，就会改变。那等于说阿卡西记录没有这个东西吗？阿卡西记录就变成别的东西取代了，可能这样子。所以啊，即使是我们分享了一些我们的故事，大家也就像听一个故事一样，其实这些。过去啊，什么事情啊，都可以不用去太认真。对啊。那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的故事，就是觉得有趣嘛，好玩啊，对啊。虽然我们会分享一些可能是扬升、开悟正面的一些讯息，那还是会建立属于我们的角色啊、人物设定啊，等等。我们要有这个人的样子嘛。对啊，不然怎么生活？就是人家。你住在哪里？住在虚空里。虚空？那你几岁？几岁啊？我可能3亿6千多岁。那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小时候的故事，我可能在别的星球故事会比较多一点。那现在呢？你是人呢？我是人，其实只是一个认知嘛。其实我们都不是人。这样对话，对方会吵。对啊，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人的样子。对啊，还是会有故事，我们选择的故事这样。还是会知道什么鸡腿饭之类的。鸡腿饭是什么？不是那个
我没有看太阳，然后就看太阳，对啊，生活，我也不会选择这样。对啊，我们也不会选择这样啦。每个灵魂都有他的选择嘛。有些人想要吃素，有些人想要看太阳，有些人就是想要品尝味觉，不同的味觉这样。每个人选择不同，像那个尼泊尔少年就选择在菩提树下，然后入定6年还是几年这样，就做了好几年，然后出来大家都觉得他是大师这样，然后都去跟他请教，连太阳都不用洗了，都不用看太认真。墨子以前这样，墨子是个怎么样的人？瞧瞧过去做了什么事情，哇，瞧瞧。拜拜。